안녕하세요，藍妹입니다。大家好，我係藍妹。相信好多睇緊我 channel 嘅朋友呢，都有打算去學韓文啦。有可能係因為中意 idol 啦，中意睇電視劇啦。咁亦都有可能係因為單純好奇係咩回事而想去學韓文嘅。咁好多人啦，就算正式想去俾錢去學韓文之前啊，都會花少少時間去學自學先嘅。所以我今日就希望喺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學韓文嘅時候需要注意嘅事項啦，同埋我自己一啲少少嘅心得嘅。另外我都相信好多人其實係因為學過日文啦，想試下學下韓文，睇係咪真係可以好快上手。咁我自己都係其中之一個啦。加上我想當初我學韓文嘅時候，其實都有一段時間係自學嘅，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學當時嘅經驗啦。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啦。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個片嘅話，等我自我介紹一下先啦。咁我而家就喺韓國住咗5年啦，係一個韓文嘅持牌教師，而家已經喺韓國一間 marketing 嘅 agency 做咗3年嘢啦。如果你對韓國生活或者對韓文有興趣嘅話，就記得一定要 subscribe 我啦。自學需要注意嘅事項，第一樣就係發音啦。喺學習嘅初期，其實最重要嘅一環就係發音啦。如果你有心係好想學好一口好好嘅韓文嘅話呢，你就一定要把握你呢一個初學嘅階段，因為啦，你只要學到大概中級啊、高級呢啲咁嘅時候，呢一階段嘅時候呢，你就已經花咗好多嘅時間去練習、溫書、讀過好多一次呢啲嘅例句同埋單字。咁你自己讀嘅嗰個錯嘅發音呢，已經好死實實咁樣烙印咗喺你個腦度入邊啦。咁然後當你以呢一種錯嘅發音學咗好耐之後，再揾多個老師去教你發音嘅時候呢，其實因為你已經好習慣你讀錯嘅嗰個發音啦，所以想去糾正你嗰個發音嘅時候，已經係好難噶啦。如果你有睇我另外呢一條片嘅話呢，你都應該知道其實我讀錯咗歐巴呢個字，讀錯咗好多年嘅。所以最好嘅話呢，都係初學嘅時候，最好揾翻個發音好嘅老師啦，或者揾翻個韓國人學好呢一個發音，學習係最好嘅。自學嘅時候需要注意嘅嘢，第二樣就係關於教材方面嘅。首先我假設啦，想自學嘅朋友其實好多都係希望以最低嘅 cost 啊價錢啦去學韓文嘅。咁主要我都會覺得你應該係會上網睇片啦，或者去揾一啲網上學習嘅網站去自學啦。咁但係身為一個初學者嘅你呢，其實你都好難去判斷呢一啲網站啊 app 啊嘅優劣嘅。例如話，其實最近好多手機 app 啊，或者一啲語言學習嘅網站，其實佢哋嘅內容都係好量產嘅。通常可能有啲 app 係佢哋係先為英文而設啦，然後可能多人用啦，佢就將佢變做唔同 language 嘅嗰個 version。但係其實佢入邊啲嘢未必一定係好適合學習韓文嘅時候去學啦，亦都啲內容係未必係啱嘅。咁加上呢啲好多手機 app 啦，其實係為咗賺廣告費而量產啦，內容會錯啦，會欠缺解釋啦，所以我就覺得對初學者嚟講其實唔太合適嘅。再者，其實呢一啲嘅網站啊 app 啊，其實佢出嘅嘢好 random， 佢唔會考慮你學習嘅順序嘅。可能你突然間喺一個例句入邊，你會見到一個你從來都冇見過、覺得好難嘅文法啦，亦都可能話你會見到一啲你冇學過好難嘅單字。其實你學下根本就已經冇晒心機去學啦，因為你成日學下例句嘅時候，你要停低去查字典，你根本就學唔到你需要學嘅嗰個文法嘅知識嘅。咁可能你查下字典嘅時候，你查到想喊，咁你已經冇心機再讀落去啦。咁另外 YouTuber 方面呢，其實我都知道有好多韓國人、本地人啦，佢都會以一啲好娛樂嘅方式咧去教大家韓文嘅。譬如話教你一啲 pick up lines 啊，一啲地道韓國人會講嘅俗語啊、流行語啊咁樣。我覺得呢一啲嘅 content 咧，其實可以嚟副線咁樣去睇啦。咁但係即係相信大家都知道韓文係有伴語有敬語。咁如果你想單純係單靠呢一啲 YouTuber 嘅資源去學習呢，其實你未必可以分場合地講多一啲合適場合地點有禮貌同埋正確嘅韓文嘅。當你真係遇到韓國人嘅時候，你一口呢一啲嘅俗語啦，年輕人可能一開頭見到你嘅時候，哇，覺得你好勁啊，好地道啊咁樣。但其實你講得多呢，你只不過係一個爛口嘅外國人咯。咁所以呢，喺揀一啲 YouTuber 你長期去學習嘅時候，大家就要小心啲去選擇啦。另外第3樣，如果呢你選擇去自學，你係會想俾錢去買教科書嘅話呢，亦都會有一個需要注意嘅地方嘅。咁就係其實呢啲韓國大學出嘅教科書啦，例如話首爾大、延世大、西江大、梨大、
慶熙大咁樣，佢哋都係 expect 咧你喺一個語學堂嘅環境啦，或者你喺一個有老師教你嘅情況之下去使用呢一啲嘅教科書嘅。換言之啦，有啲部分可能會特別難啦，然而嗰本書上面咧係冇注釋、冇加以解釋呢一啲嘅內容到底係咩意思嘅，因為佢 expect 就係會有老師去解釋俾你聽，而唔 expect 你用呢一本書嘅時候係自學嘅。咁如果你話你嘅理解能力好好，你嘅吸收能力好好，可能對於你嚟講唔係一個特別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覺得自己本身唔係一個語言學習能力非常之強嘅人嘅話呢，我就唔算係太建議你自己去買一本大學語學堂嘅教科書去學習啦。除非你有人可以問啦。題外話啦，其實每一間大學佢哋出嘅呢啲教科書嘅 style 都好唔同嘅。咁譬如話你自學，如果你買咗一本以繪畫為主嘅教科書，但係你自己本身又係自學嘅話呢，咁你就真係好頭痕啦，因為冇老師可以同你對話啦，你又冇朋友同學可以同你對話喎。咁其實我就有一位朋友啦，佢而家就讀緊呢一個漢語教育嘅博士，佢就好對呢一啲唔同大學嘅教科書好熟悉嘅。有機會我就再邀請佢上嚟呢一個 channel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其實啦，同時間其實每一個人嘅性格都好唔同，每一個人想學嘅韓文嘅範疇都唔一樣。所以都有話有合適有唔合適嘅呢一樣嘢嘅，我就覺得好難就話一開始你就已經可以揾到一個自己熟習或自己一個適合嘅學習方式啦。所以自學嘅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你形成呢一個學習嘅習慣之前，你可能都需要一啲時間嘅。另外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學嘅經驗啦。我自己一開頭咧學韓文都係由40音開始嘅。我自己背40音嘅方法之前就喺呢一條片度有講過啦。咁之後因為我自己係有日文底啦，我自己學日文學到大概 N3、N4、N2 嘅程度先至開始學韓文嘅。所以咧我初初去學習韓文嘅文法嘅時候，對於我嚟講其實唔算係太吃力嘅，我都算背得幾快上手。但係咧當我慢慢學得越嚟越多嘅時候咧，我發覺我反而會俾我自己日文嘅知識去影響到我韓文嘅嗰個學習啦。例如話一啲日文嘅同埋韓文嘅漢字詞，佢哋嘅感覺啦、用法好唔一樣啦，同埋一啲基本嘅文法，大家包含嘅意思都可能會好唔一樣嘅。最經典嘅例子就係日文同埋韓文入邊，我哋可能英文嘅 ing 啦，做緊某樣嘢嘅意思，日文就會用 してる，韓文就會用하고 있다。但係呢，其實佢兩個表面嘅意思雖然一樣，但係深層入邊有一啲意思其實用法好唔一樣嘅。加上啦，當我遇到一啲韓文有但係日文冇嘅文法嘅時候呢，我就冇辦法完全掌握到佢嘅意思。所以我後來我都發覺呢，其實我想學好韓文呢，我都需要老師嘅指導。咁而我最後就決定咗，我喺學校大學嗰陣時，我就 minor 去跟老師學翻好我啲韓文啦。將佢以上呢一個經驗呢，其實都好大程度反映咗自學嘅缺點嘅壞處喺邊度嘅。雖然啦，自學就真係可以慳錢慳時間，咩時候喺邊個地方都可以讀。但係如果你喺學呢個韓文嘅時候，如果你係真係好有目標，好想學得叻、學得好呢一個語言嘅話呢，其實都不妨都係考慮一下，起碼啦初級嘅時候都係返學跟老師學一下韓文，打好個基礎先至嘗試自己去自學，可能會比較好啲嘅。今日呢條片就講到呢度啦。如果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嘢可以幫到大家嘅話呢，就記得喺 Buy Me a Coffee 嗰度支持一下我啦。同埋大家如果對呢一條片有啲咩意見，有啲咩問題，有啲咩自己個人嘅經驗想分享一下嘅話呢，都歡迎大家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同埋話俾其他睇緊呢條片嘅人知啦。我全部留言都會睇噶。之後呢，我都會繼續喺呢個 channel 度 upload 一啲關於韓文啦、韓國生活嘅影片。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仲有其他片，如果你哋未睇嘅話，記得撳下其他嘅 link，快啲去睇下我之前嘅片啦。拜拜。